紧急，美国劳工局呢在2月10号紧急更改了 CPI 的权重，然后再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瑞士信贷的问题，然后再来俄罗斯呢还要出动作啦，最后日本央行首相终于换人了，到底是谁来接班呢？嗨，大家好，我是小韭菜那个，这是一个关于韭菜成长励志翻身的频道，对，会励志又翻身哦。我呢会常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资讯、行情走势，或是即时的币圈消息。如果不想错过任何即时的风险提示，记得按赞、订阅、小铃铛，把这个9按下就对啦。以下呢所有分享都是个人经验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哟。第一件事真的很紧急哦 ，CPI 在3天左右就要公布了，它在昨天才说要更改权重。那之前的预测到底怎么预测的呢？是用之前的权重来预测的啊，所以整个实际的数字呢又有更多的悬念了。然后至于这件事呢，其实是一直都在发生的啦。美国劳工局呢，其实每2年就会更改一次 CPI 的权重，然后只是在去年它改成1年换一次。至于为什么，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清楚吧。他们官方的说法呢，一定是剔除一些波动比较大的东西，让数值更精确。但实际上呢，可能也是让数值可以看起来更漂亮哦。这次的调整内容呢，他们下调了二手车的权重，然后轻微上调了居住方面的权重，所以呢 ，CPI 预测又有全新的定价啦。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数值预测到底是多少。目前呢，年率的预测啊，大概是6.2%。然后上期是6.5啊，然后我们之前看那个数据呢，好像是6.3多啦，所以有略微的下降其实。然后可是它的月增率呢，还是一样0.4，高于上个月的0.3% 哦。分析师认为哦，这样调整之后呢，这个月的 CPI 数值呢可能会不漂亮，可是会有助于后面的 CPI 调降哦。其实这边可以很有趣的一件事哦，就是去年 CPI 不是开始陆续下降吗？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二手车的价格开始回低嘛，所以它的通膨整个下降。可是在这次调整权重之后呢，二手车的价格开始往上飙了，对哦，然后再来去年呢，因为住房嘛，住房的成本其实没有低的非常的多，所以住房呢还是在一个高位的部分，所以它这次呢调涨了住房的权重，所以住房可以下降的比例呢是相对高的哦，所以这样看起来呢 CPI下降的机会比较大，可是呢，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会偏偏在二手车准备要飙升的时候调低权重呢？然后之前有讲过一个事哦，就是 Nick 有说到，建筑业其实一直有在盖新房子，所以住房的那个需求呢，其实会慢慢的被缓解掉，所以住房的通胀呢，其实会慢慢下降哦。所以美国这样做完之后呢，今年的 CPI 可能真的就会一路往下，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巧合还是他们评估出来之后的结果。但其实光这样呢，并不能完全让 CPI 确定就往下，因为还有东西很强劲，就是非农就业指数。大家如果有工作之后，大家知道美国比较大，所以基本上他们可能都会去买车子，可能买个二手车来开着上班，会比较方便一些些。然后再来是买二手车的价格呢，其实跟他们去市区租房子，并不会相差到太远，整个成本比起来呢，可能买二手车的价格还会比较划算，所以很多人选择买二手车，也就导致这2个月的二手车的价格是一路的往上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它就是以曼哈顿1月的中位数的租金高达$4097哦。然后通常1月呢是租房的淡季嘛，可是因为就业的关系呢，很多人都跑到城市里面去租房子了，也刺激了整个房贷市场。所以这2点呢，意味着通膨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压下来。虽然改了数据啊，可是改了数据，我觉得对暂时的影响应该都是正向的啦。美国2月呢，密西根大学统计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啊，美国1年通胀呢意外上升是4.2%，本来预期是4%，然后1个月前呢是只有3.9%哦，代表很多消费者预期未来的通胀会再度上扬。然后5年的通胀预期呢大概是2.9%，然后1月还是2.9%，然后这边看得出来，就是大家觉得通胀呢至少要5年才能压得下来哦，也就代表这段高利率的时间要维持5年之久哦，各位。所以下周的 CPI 的指数呢就更悬啦，不知道利好还是利空啦。所以现在呢，我对行情就是觉得它可能就是震荡磨到 CPI 的时候会选出一个确定的方向，然后除非有什么关键位置突然突破啊，那就要仔细观察盘面的状态了。那我个人还是很建议啊，就是在这段时期还是一律以50%的现金为主啦，因为有时候到最后其实能救你的就是你自己的分仓跟仓位管理的方式哦。刚刚那个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啦。啊，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讲瑞士信贷的事件啦。2月9号呢公布了它的财报，财报是2008年以来最惨烈的一次，亏损超过13.9亿瑞士法郎，也就大概15亿美金，全年
年亏损呢，去年高达78.92亿美元哦。然后一些消息指出啦，就是瑞士信贷呢，大家都知道一般的金融行业都是会去投资嘛，所以他们很多的亏损其实是来自于股市。所以呢，这波股市的拉升其实对瑞士信贷来说算是一点点的救助哦。然后再来去年也有很多的风声嘛，瑞士信贷可能缴不出钱干嘛，然后美国偷偷送钱给他之类的。所以如果这波股市没有反弹，说不定瑞士信贷已经爆雷了。然后再来呢，去年11月的时候啊，标普呢就把瑞士信贷降了评级咯，它降了只比垃圾债高一级，就是 BBB 减，对 BBB 里面最低的等级哦。然后今年又那么惨，然后分析师又预估明年会更惨，所以它会不会降的比垃圾债券还要低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哦。然后这边我相信有些人不知道标普的评级有哪些等级啦，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最高等级是 AAA 3个 A 嘛，然后2个 A 1个 A，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3个 B 2个 B 1个 B， 然后3个 B 以下的呢都是垃圾债券。然后我说的那个正负啊，就是每个等级里面都会有个加跟减。然后瑞士信贷呢，就现在就是 BBB 减，所以它只要再降一级就是垃圾债券。你没有想过一家那么大的公司，就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公司，而且你们的本票都存在那边，然后最后居然会变成一个垃圾债，这是我们以前都不会想过的问题。再来呢，俄罗斯又出招啦，在西方对俄罗斯使用价格限制之后呢，俄罗斯的副总理啊，在2月10号宣布啊，3月份开始，俄罗斯会每天减产50万桶的石油，约总产量的 5%。然后这个消息一出啊，WTIC 的原油啊，直接3天暴涨，从74块一路涨到了80啊。然后呢，他还撂了一句狠话哦，我们不会向直接或是间接遵守这个价格上限的人卖出石油。对哦，对石油又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哦。然后再来呢，就要看 OPEC 怎么选择了嘛。OPEC 说呢，他们在俄罗斯实施这个计划之后呢，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也就是石油可能又要再飙升咯。这样呢，就是内有非农就业，外有俄罗斯啊。然后可是这些事呢，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这次的 CPI 哦，它比较有影响的是下次的 CPI。再来啊，一路不升息的日本呢，终于换了央行的总裁。大家都知道，日本一直坚守这个信念的人就是黑田，黑田终于下台换人了，换谁呢？换成植田和男，他长什么样子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消息一出啊，市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鹰派的选择，所以日币呢瞬间升值了一些哦。然后至于为什么是鹰派的选择呢？因为呢，他不是本来那些大家认定的鸽派的候选人，所以大家觉得日本是要转向了，所以选一个其他人上来呢。但其实不是，因为在当下结束之后呢，他有发言，他发言是他觉得日本目前的宽松政策是适宜的，也就是合适的。然后他以前呢，在访问的时候就被问到，如果上任之后会怎么做？他说，身为一名经济学者哦，他认为做出合理正确的决定，然后解释清楚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如果他不变鹰的话，日本贬值的问题就只会持续，因为美国继续加息还是确定嘛，至少还要加1次到2次的时间。所以呢，他会不会因为他是一个经济学者而被迫转向呢？这个也要密切关注哦。所以今天讲的3个呢，就是很久以前都提过的3大雷点哦，目前都还在进行中，可是都还没有真的发生什么大爆雷的状况嘛。第一个就是瑞士信贷嘛，之前就说他可能欠钱，他可能要爆雷了，结果没爆，因为被救起来了。再来是俄罗斯俄乌战争也打很久了，他也没有核弹，所以他的那个爆雷点暂时也还没有发生。然后最近又有点被转移焦点的感觉啦，所以他可能用核弹的几率会更低了。然后最后呢，就是日本央行转向，他过完年到现在也还是没转，所以目前3个雷点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市场最关注的还是 CPI， 然后呢，综合这几天开始下杀，而且又没有破一些关键位置的感觉起来呢，是还有可能再有一波拉升的 CPI 是利好的可能性，我觉得相对大一点点哦。但现在其实入场就是比较偏向赌博嘛，我觉得止损要设好。当然你是成本低的就无所谓，我一定要一直强调这句话，要不然大家的操作可能会乱掉。如果你是想要抱长期的，就继续抱，除非真的有什么黑天鹅要发生之后，我再来提醒大家就 OK 咯。好，如果喜欢我节目啊，记得按赞、订阅、小铃铛哦。我们下期见，拜拜。